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前张前舰长黄志辉，主持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资深两岸媒体人许和谦。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现在的台海局势正在发生恐怖的变局吗？现在解放军真的是已经把台海给当自家院子了哈。来看到啊，现在呢，我们的国防部也示警了，说呢，中共4大船舰呢、4大样态呢侵扰台海，各式各样的船舶啊，由早期的军事威吓，已经逐渐转变为是什么执法包装啊，还有军警协同啊、海域蚕食的模式了。这个呢是想要逐渐的用内海化去混淆国际视听。那么6月初的时候啊，中共更借由什么？更借由日菲经济海域谈判事件之后啊，将海警船给部署到我国的东部海域外面啊，意图要形塑台海的内海化。好，我们是要来怎么反制呢？现在啊，被北京日报报道说啊，其实我们台湾呢，竟然想要用这个雄风导弹进驻在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锁定巴士海峡。好，那他们说我们台媒啊在炒作，说我们这样子部署呢，就是为了要去攻击辽宁舰。好，但是我们真的能够去攻击辽宁舰吗？这个新华社就6月22号发布消息了，笑了我们一顿，说啊，这个海军辽宁舰队圆满完成了远海实战化训练，当天就安全返回母港了。那我们的雄3飞弹号称要集成的辽宁舰根本就已经回家了啊！甚至他们又再提了这个2023年的事件哦，因为那个时候呢要修这个雄3飞弹的这个经纬仪哦，结果呢本来是要求这个国内的代理商送瑞士原厂维修，但没有想到当时的瑞士代理商竟然把我们的雄3给送到了青岛的亚洲维修中心，引发了轩然大波。我们自然是把我们自己最重要的导弹给送到了中国去维修。好，那这是一个笑话啦。那我们来看到美国现在在干嘛呢？美国呢竟然是这个挑明了这个战道行动，要来防范共军犯台哦。这个美国的太平洋陆军司令部的克拉克近日是明确的表示说，驻韩美军也参与区域驻扎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就是为了要什么？因应中国对台湾发动的侵略作战哦，听起来非常的挺台湾，对不对？但是如果真的开战的话，美国撑得下去吗？就连这个自己的专家也都说了，说啊，如果台海危机明天爆发，即便是最周全的战略规划哦，也都难以弥补美国在舰艇、飞弹以及其他武器零组件制造能力上的缺口。因为什么啊？因为部分的关键供应啊，甚至就是来自对手中国这一点呢，可能就成为美国的软肋了。所以呢，美国现在只好去拼命的拉盟友来进行军演吗？我们来看到，现在他们又与菲律宾啊，27至28日在西菲律宾海完成今年的第5场海事合作活动联合巡航。那这次的演训呢，跟第4次只有相隔8天而已这就凸显了双方正在加快合作啊，要来应对中国的海上恫吓行径。但是中国解放军也是有动作的，来看到啊，他们6月30号呢，也在这个黄岩岛来进行周边的区域战备警巡，甚至还直接落下了狠话，来听一下。舰风动腰，注意前方空情，调整编队位置。舰风动腰收到，目标已距离。收到。2号，第一次飞这么远，什么感觉？有点兴奋，也有点紧张。在自家院子转，紧张个啥？他们认为南海都是自家院子，紧张个啥呢？好，另外来看到了，现在解放军也公开了这个第6代的战机嘛，这是不是神秘的歼36原型机呢？好，来看到呢，解放军啊，疑似是首度在这个官方影片之中啊，暴露了第6代战机原型机歼36银杏叶。好，这也是解放军首次明显公开承认下一代战斗机计划。
那么未来啊，就可能与美国正在研发的先进逆踪战机来竞争。好，另外呢，还有东风26的裸弹呢，它的画面也是一样首度曝光了。哦，这个画面啊，来看到了是首次完整呈现了弹道本体竖起、点火发射以及发射车快速转移等作业流程。这不仅展现了火箭军快速反应与高机动部署的能力，也借此凸显了这个战场的生存以及持续作战的能力。要知道啊，这个裸弹的打击覆盖范围啊，是可以涵盖到第2岛链的哈。所以面对共军的硬实力碾压，我们回过头来看美军的话，它竟然是这个部分的关键材料，甚至还要仰赖中国，那这样真的能够跟他对抗吗？我们来请教赖教授。那当然不行哈。我们先来看看日本跟菲律宾在搞什么啊？日本跟菲律宾啊，菲律宾小马可斯到日本去进行国事访问，跟高市早苗就宣布，那是5月底的时候啊，5月29就宣布说他们要对于海界要重新划定。菲律宾跟日本的海界没有重叠的地方啊，因为中间隔了一个台湾。所以他们并不能够强词夺理的说，因为我们的海界接近400海里，但不到400海里，所以我们可以重新划界，这站不住脚，因为中间隔了台湾，所以日本要划界要跟台湾谈，菲律宾要划界要跟台湾谈，你不能够没有台湾在内。那但是他们2个谈完了以后呢，就是说要重新划界了，而民进党当局却表示欢迎，那这个情况就严重了啊。所以大陆当然就开始采取行动了。6月1号开始采取行动，现在已经是6月30号了。那在这个地方，不管是科考船、海警船、海事船，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执法了。也就是在台湾的东部海域，这个整个海域间有我们的经济海域，也就200海里到350海里，不管从北到南到东部，全部都在执法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国防部讲的这句话，于事无补啊，因为你改变不了现状，为什么？现状已经改变了，你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你也看到了，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还有法国这个装腔作势的表达我关切台海的局势，但讲完了以后就没了。因为大陆人就说你自己管好自己的事，你英国首相已经下台了，你法国的总统现在民调支持度多少？你德国的总理现在民调支持度多少？老百姓都反对你，你管那么多，管那么远干什么？所以我觉得他们都被打脸，这样的一个情况，坦白说，现状已经被改变，就回不去了。那有关于雄三要打辽宁号航母，我恐怕是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大陆怎么可能说我航母在你的有效的射程内，在那边游来游去让你打？最主要的地方就在于台湾离大陆很近很近很近，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平均大概在180公里左右，台湾海峡平均的宽度而大陆的远香火就是远程的火箭弹可以到300公里的有效打击范围。换言之，也就是说，中央山脉以南这个部分里面，几乎都是在大陆的最便宜、最廉价，但是也具有高精准度的多管火箭弹的打击范围内。那请问，如果两军真的要爆发冲突的话，那我们的这个雄三如何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这个不容易的事情。那你要保存战力，你说你把你的空军、你把你的海军还有雄三，你往这个嘉山、往这个制航基地这个山洞里面来躲的话，可是问题就在于大陆还有其他的导弹，也就是它的导弹已经是区域拒止的一个导弹能力。另外，当然还有战略轰炸机，更远的地方就可以打到你。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样的一个论断、推理，其实都站不住脚，因为你没有机会可以打。这第一个。第二个呢，美国的驻韩的陆军司令一直在强调，他有战道行动。战道行动其实并不是他所创的，美国已经行之多年。那在哪里行之多年？在欧洲行之多年。美国在欧洲，不管是跟波兰、跟波罗的海等这些国家举行军演的时候，举行完他都把武器装备就放在那个国家了。也就是说，美国已经很多次了。都透过军事演习，把坦克、把炮弹、榴弹炮，把这些重型的武器装备，就放在俄罗斯的前沿也就是靠近俄罗斯附近的国家，不管在波兰不管是在于罗马尼亚，或者是在于波罗的海3国，它早就都放在那边。演习结束以后，
这一些武器装备就不撤回了，人走，武器留下来保存。为什么？因为美国人说，我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48小时内，我把我的兵力用空运直接送到波兰去，马上就可以跟俄罗斯交战。哇，你看很厉害吧？战到行动啊，可以打俄罗斯啊。结果当俄罗斯去攻击乌克兰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哪一个兵出来？美国有哪一辆坦克出来？美国有哪一个导弹出来？什么都没有，这代表什么？代表那是吓人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他连俄罗斯都吓不了。观众朋友，您认为他把它放在韩国、放在日本、放在菲律宾，说这样子就要能够把大陆吓坏了？你相信吗？你根本没有人相信嘛，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为什么？因为大陆目前的陆海空火箭军，它的兵力、它的导弹、它的武器的先进性都比俄罗斯强。那你连俄罗斯都不敢打了，你怎么敢打中国大陆？更何况你的武器关键的零组件还要中国大陆供应，你美国怎么可能打？怎么敢打？所以不要骗人了，你这个海军你这个陆军司令已经骗了 N 年了，你现在还在讲这一套。讲太久了，坦白说，没有人相信你的。还什么韩国是一把尖刀插进中国心脏的这一把尖刀，就是你讲出来的。所以台湾到底该如何面对中共把台海给内海化的情况呢？我们来请教进长。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每一次民进党的官员因为他是突然一个就是空降当了一个指挥一个部会，那他的经验是不足的。一个经验不足的时候呢，他们又短视尽力。就当他发觉有一个东西能够让他，因为我没有经验了，我也做的不是很好，那有个东西能够衬托我的政绩的时候，他会忍不住的就会去做。那这样子做的后果，他没有去深想。其实很多事情不是你做完之后就结束的。那北京这一方面就看到，只要台北犯错，他们就大步的往前跨一步。那我举3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2022年的8月，裴洛西访台，裴洛西访台之后，中共的军舰、军机开始固定的绕台湾。刚开始的时候，每天你可以看到大家在批评，像现在已经变成很习惯了。前天还是昨天吧，我看到一则新闻，就是说那天没有军机，大家还很意外，军舰有9艘，舰艇有9艘，军机没有。我觉得这是不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们要准备攻击我们了吗？就反而还不适应。这是一个，就是裴洛西访台的军机、军舰开始绕台。接着是2024年的2月，也就是1年半以后，金门那里水域，我们的海巡的一个胶州，很快的胶州算一个小艇吧，撞了他的一个叫做355快艇，那个船一翻，死了2个人，那2个救回来了，然后2个救回来之后，很快的送回了大陆，那2个死的大概协调了7、8个月，才谈妥赔偿，然后才把尸体给送回去。从那一次事件之后，中共的海警固定的开始出现在我们的海域，你再抗议也没用，你能打他，你也不可能打他，这是第2个，对不对？海警。那第3个就是这一次的2026年的5月，他这一次的因为日非协调我们的经济专属水域结果我们的政府居然肯定，那这一下子中共北京毫不客气的就更进一步的，他这一次进一步的，如果你仔细去观察就知道，他从原来的军事的。半军事的海警，这2个都有武器武装武器的。他现在到了个行政，他有测量船，有什么海事救难的，这些都不是一个所谓的这种有炮火的这个东西。如果我要用陆地来做个形容好比我们要形容，我们要维持这个城市的这个和平，最激烈的手段当然是派陆军过来。陆军有一个实弹实枪，那是军队。接着的手段是什么？是警察。因为它是一个半军事的一个，它虽然有武器，但它没有军事那么强大。第3个是什么？他派村里长来确定，这个不要。现在我们的东部的海域，北京它从原来的军事降归到海警，以及到现在所谓的那个叫做行政机构，他已经说的他所有执行的任务，你去看完他说完他整个说完之后，你就知道。他已经降到行政了，所以我可以这样讲，陆地的统一还有很长的时间，海域的统一已经一层一层的从军事降到半军事，降到行政，已经一直在往台湾这里靠近。
这是目前在海域的这一方面。我再说一次，由于民进党的官员的短视近利，当他看到一个攻击，他忍不住的，他都没有去想想你这么做的后果会是什么。所以现在台海的现况已经改变了，而且呢是一改变就很难回头的。但我们的官员看到了问题，却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请教徐老师。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军的太平洋陆军司令啊，这个 Ronald Clark 他说的这个，他是在一个查叙的过程中透露说，驻韩的美军其实也参加了这个 Operation Pathways 来练习啊，怎么样为一旦台海有事的话，怎么样去输送这个各种的武器、物资跟弹药。那这个当然就让韩国舆论非常的紧张了，因为驻韩美军啊，大家都知道驻韩美军嘛，顾名思义，他在那边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守护韩国的安全，这是韩美军事同盟协定里面当中规定的。所以呢，它理论上它的核心的作战目标是韩半岛。但是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说，由于韩美一大一小啊，这两个是一个不对等的盟友关系，所以其实驻韩美军如何调动，其实不需要事先征得韩国政府的同意，而且历史上也并没有强制的白纸黑字约定说这个驻韩美军不能离开朝鲜半岛。所以到底韩美啊这个军事同盟如果在战时，特别是如果这个战争不小心发生在台湾的时候，驻韩美军可不可以动？那韩国会不会被拖进来？以及美军在韩国的基地会不会遭受攻击？这就成为韩美双方这多年来不断去这个互相 argue、互相争执的一个重点。那当韩国如果是保守派，如果是右翼的总统，像比如说前总统尹锡悦当政的时候呢，他基本上是配合美军的战略跟战略来走的。但如果韩国是一个进步派，来自左翼的，像目前的李在明总统当政的时候，那韩国左翼政府就会非常积极的要求去收回韩美军事同盟的战时指挥权。也就是说，这个大家还记得啊，这个朝鲜战争其实到现在法理上并没有完全的结束啊，就是说还在一个这个冷和平当中，虽然有所谓的停战协议，但是没有真正的终战。那所以在这个韩战结束之后呢，很长一段时间，韩美的这个整个指挥权是交在美军手上的，一直到1994年，双方才约定说把平时的指挥权交还给韩国政府，但是战时指挥权到目前仍然握在美军的手里。所以韩国的李在明总统在竞选的时候，他就要求，他一开始定了一个时间表，说2030年我们要把战时的指挥权也收回来，这个半岛适战适合的这个战争按钮必须掌握在韩国人自己的手上。但这个现在我们看到李在明政府他把这个韩美战时指挥权的谈判进程加快了，他开始谈就是说我们27年甚至到26年年底我们就要来收回战时指挥权。那美军就一直往后推，一直说不行啊，现在条件不具备啊，你们的很多这个 operational 的指挥跟运作层级的这个链条都还没有打通，至少要到2029年1月第一季我们才能来谈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李在明他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就是说，如果在现在这个险峻的27年、28年甚至29年这个窗口，不幸台海战争爆发了，韩国并不想被拖入这场战争当中，所以他赶紧的要把战时指挥权收回来，以确保到时候就算台海战争爆发，也只有驻韩美军动，那韩军不会动，而且半岛的这条战线不会引爆成南韩跟北韩之间的一个附带的这个被连锁引爆的一个炸弹。所以台湾有事已经成为整个亚洲最担心的事情了哈。不然，另外我们来看到现在的欧洲状况真的是很惨，因为天气太热了，我们现在是非常的难以想象，都高达40几度了哈。所以现在呢，竟然是超过了1300人因为这个炎热的天气而离世了哦。那这件事情呢，就被大家说，为什么你们会死这么多人呢？你们自己冷气装太少了吧？哦，这个是美国笑法国哦。结果呢，巴黎负责国际关系的副市长也火了，反过来骂说，你们美国啊，身为全球第2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对全球暖化以及法国正在承受的后果负有相当的责任，呼吁你们美方不要再说教说风凉话了，应该先尽好自己的责任。但是呢，法国现在真的是很惨，不仅是缺冷气，连冰柜都缺。因为啊，我们刚刚说到了嘛，造成了1300人死亡，导致了巴黎的冰柜一位难求，那死者呢，现在就只能够冰在80公里外的郊区哦。尤其呢，这3天的登记死者中啊，住家内的死亡案例是激增了40%，在家中被热死光是这3天啊，加总起来的超额死亡人数达到了1000人。巴黎的太平间空间不足，甚至呢，这个太平间的经营业者也说啊，他接到了上百通的电话，但是因为实在是没有地方放尸体了，所以就只好安置在80公里外的郊区。
好，另外来看到德国也是一样非常的惨啊，这个热浪呢是逐渐的往欧洲的东部移动了。来看到德国历史高温记录在3天内也被推高了，全德16个联邦州当中呢，有高达13个州是打破了各自的最高温官史记录。德国的莱比锡有线电基础设施甚至是被热坏了，然后看到这张图啊，这个沥青呢，甚至已经被晒到融化了。这么热的天气，所以怎么样？大家都想要去抢冷气机呀，所以现在呢，欧洲的这个大家民众都在疯抢中国制的冷气机，尤其是这个美的集团也专门为欧洲市场去研发移动分体冷气。那现在欧洲几乎断货了，那为了赶快补足缺口，美的也一改它之前是用海运的方式，赶快通过这个中欧班列来迅速把冷气机给送到欧洲。但是刚刚说到了，美国就在笑说你们自己欧洲怎么不装冷气？现在甚至有美国的实况主啊po了这一段影片，来看一下。Imagine living worse than a Chinese dog. You are living worse than a Chinese dog. 好，这样听起来难怪欧洲人会心里不太舒服。但是确实啦，狗都有冷气吹，在欧洲真的是一机难求。那甚至在欧盟总部呢，竟然还一动两制，官员可以吹，基层不能吹，太夸张了。这个呢是位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执委会总部，上周五竟然是被迫关闭办公室大楼低楼层的空调系统这很夸张那高楼层的高阶员工呢，竟然就是可以继续吹冷气，就只有低楼层的不能吹。好，那现在呢，欧洲当然是还是期盼赶快冷气能够到位啊。但是不仅仅是缺这个冷气，其实稀土呢也是被中国给掌握的。不过现在大陆似乎递出了橄榄枝，来看到大陆的商务部长呢，6月29号与欧盟执委会委员在布鲁塞尔举行了这个磋商会议，还发表联合声明，说愿意加强稀土还有其他关键原料、矿物等等的领域对话。好，甚至呢，欧盟跟中国还设定了10月为期限，要致力解决双边的贸易分歧。好，双方的距离呢似乎是越来越近了。而且啊，过去1年中欧的工商界还积极的互动交流其中啊有受访的中资企业里面呢，有50%都对欧盟的营商环境评价积极甚至有48.8%的人是认为要增加跟欧盟企业间的一个供应链合作。但是欧盟头一转，竟然要去这个抵制中国，为什么呢？说呀，要对中国不能有这么高的依赖性。我来看到啊，这个陆气啊，因为他们最近在欧洲能源系统承压之际，存在感是越来越突出了。那这种依赖呢，引发了欧盟的警惕欧盟委员会啊，就在这个会展前呢，宣布啊，禁止在欧盟资助项目中使用中国制的逆变器。那就问你们要不要买中国制的空调呢？空调里面是不是也会有这个逆变器呢？好，所以这场热浪啊，不仅是烧出了欧洲的气候灾难，似乎呢也照出了他们跟中国之间的一些不对等的关系。我们来请教赖教授。确实，欧洲的温度一直在上升，其实整个地球温度也在上升我们台北也是很热，只是说因为我们有冷气，所以我们还可以有调节的情况。欧洲他们长期以来很少碰到这种这个温度上升到这么高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一下子调整不过来我们看到确实是热衰竭而死亡的人数不断的攀升，联合国的比较保守的估计都已经死亡了1300多人，这里面包括比较多的老人家那通常都是以目前的调查都是在家里面被热死的，这个真的被热死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悲剧，但是这个问题要解决，那问题是在于怎么解决。那欧洲人在面临了就是说你要不要装冷气的问题，你要不就是把地球降温。可是问题是，地球能够那么容易降温吗？美国如果不配合，美国如果不合作，你还真的没办法降温。现在目前在降温这个部分，付出最大的、最有诚意的，应该是2个，一个就是整个欧盟，欧盟确实是很有诚意要把这个世界降温。
中国大陆也是最有诚意要把这个世界降温的，这个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是降温这个地球的模范生。可是问题就是有个调皮捣蛋的一个大块头的人，那叫美国，那他就是不肯降啊。而且川普还说，根本就是谎话，根本就是一个假的，地球根本没有热化。那当然了，因为美国都在吹冷气嘛。可是欧洲人他们过去真的不需要冷气，现在真的需要冷气，那怎么办？现在缺冷气缺得一塌糊涂。我刚刚还跟我女儿联络了，因为他们也在巴黎啊。那他们说这2天，今天有温度有略微下降，可是他们知道下礼拜又要来了，所以他们的压力真的是很大，他们觉得热得快要受不了了。那我们当然，我之前就已经有跟他们建议，就是做大冰块，因为你用冰箱做大冰块来吹。我跟你讲说，那真的，他说有点像，有点像。可是问题是你冰块溶解的速度高于你冰箱制造冰块的速度啊，所以这个也是，但是也不得不这样用啊。那坦白说，都在受苦了哦，所有人都在受苦。可是问题就在于你怎么解决？现在大陆的法国的医院紧急的向大陆这个下订单，要这个空调3万台，那大陆也赶快补货补到这个法国去给他们医院使用。为什么？因为医院的这些病人，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温度能够控制好。各位想一想，如果说您在医院里面，你现在已经身体不舒服到极点了，结果温度还30-40度，甚至40-50度，你想想看，你怎么受得了？这个烧永远都不会退了。对，这个双重的苦哈，所以目前来讲也都还好。大陆有一带一路啊，因为现在海运的话要30几天才能到，缓不济急。走一带一路10几天、20天内，20天左右就可以到了。第一班列车已经到了。那所以我觉得后面还有的苦要受，所以这个总是补啊，这个不无小补了啊。那大陆是一直不断的在出口，然后来满足欧洲的需要。可是我觉得欧委会啊，欧洲的执委会最糟糕、最恶质、最恶劣。为什么？他们公布啊，8楼以上就是欧盟总部哦，8楼以上空调不用调，8楼以下把空调关掉。观众朋友，您知道8楼以下是他们的一般的欧盟的工作人员的工作的地方，8楼以上是他们本身这些委员，欧盟执委会的委员，也就是官员工作的地方。官员工作的地方冷气不动，职员工作的地方冷气关掉。你想想看，他们气得炸锅，他们觉得这简直是一栋房子两种体制，而且图利于高官，不利于底层的员工，所以他们员工才说，封建的最佳写照就是我们欧洲的执委会。所以真的是连基层员工，连中国的狗都不如，都没有冷气可以吹。我们请教徐老师。是这个中国大陆、美国跟欧洲啊，这3大经济体的这个三国志当中，传统上我们可能会认为说，当中美在打贸易战，然后美欧也在打贸易战，川普天天给欧盟征什么钢铁关税啊，然后给他们农产品白兰地课税啊。那理论上，中国跟欧盟应该拉近关系，应该好好的这个互利共生啊。但是呢，最近欧盟大概从2023年开始，2024年更加严重，欧盟就不断的对中国大陆的各种产品实施各种调查、各种反倾销啊，或者说政府补贴调查。那大概根子有2个吧，一个原因是由于俄乌战争的关系，那欧盟就常常以国家安全理由说，有一些中国大陆的企业，它的产品被欧盟只认为说，你可能这个是一个军民两用的项目，然后你间接或直接的帮助俄罗斯的军力，所以我要对你进行制裁。像之前他们就制裁了一个在位于扬州的一个汽车晶片的公司，但后来制裁下去之后，就发现欧洲自己的车用电子也需要同一家公司的大量晶片，所以才赶紧又解禁啊。所以这是以俄乌战争为由的所掀起的一个制裁风。第二个呢，是中国大陆跟欧盟当间确实存在着大量跟长期的贸易逆差。就说在2015年的时候，欧盟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只有1500亿欧元，但是2015年到2020年到2020年涨到1800亿，结果2020年之后到2025年，这5年涨到了3600亿的一年啊，一年就有3600亿欧元的逆差，相当于每天就如果摊成一年360天拆开来看，相当于一天要赔10亿欧元啊，这么巨额的一个项目。那这个就让欧洲人就说，哇，那中国大陆的货像我们中国货向欧洲出了这么多，但是欧洲的东西越来越难卖进中国，因为中国大陆自己的电动车也好，
储能电池也好，光电、风电啊、化工、钢铁，中国大陆自己的产能都起来了，它越来越少的需要来自欧盟的产品，反而是在前几年啊，大家可能还记得欧盟的这个在欧洲范围的绿党。这个声势比较强的时候，定出了非常严苛的节能减排跟能源转型的标准。例如最著名的原本它的规定是到了2035年，欧洲所有的新卖出去到市面上的车子不能再有任何的碳排放。那这个严苛的规定定下来之后呢，当然就给中国大陆自己生产的电动车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空间。因为美国有特斯拉嘛，但特斯拉比较贵。那如果大家比较多快好省，买一些便宜好用的这个电动车，比亚迪啊等等，那很多的这个销量会来自中国大陆。那反而是欧洲自己的，你说传统的大众啊、宝马啊、BMW， 它的这个电车化的转型反而没有那么快，而且它的强项其实在传统的内燃机啊，那就让欧洲陷入了一个诚意很高的绿色节能转型理念，跟实际上工人失业、汽车的这个销量萎缩，然后跟他自己的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啊，欧洲不能再用来自俄罗斯的便宜稳定的天然气，要去跟海外，特别是跟美国买液化天然气。那液化天然气的这个整个成本啊，包括它的运输啊、它的储存啊、它的成本，就比这个传统的这个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就高上很多。所以现在欧洲的整体工业生产的成本大概是中国大陆的1.5到2倍。那在有一些能源密集的行业，比如说钢铁啊，那钢铁大概可能它的成本可能欧洲的成本要在欧洲生产成本大概是中国大陆的2倍到3倍，所以它其实压力非常的大。那在这个情况下呢，中国大陆还是不希望跟欧盟陷入全面的这个贸易战，因为刚刚讲到嘛，既然跟美国打，那欧洲这一块要稳住。所以昨天我们才看到一个新闻，就大陆的商务部跟欧盟就达成了贸易机制，设立4个工作组，要谈贸易投资平衡，谈出口管制，谈知识产权，谈世贸组织的改革。通过4个机制的工作组的共同工作组成立，就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分歧，我们先商量一下，不要动不动就砰丢出一个这个反制或禁运或者是一个制裁，然后逼得我也得反复出招。那大家如果不断的这个互相硬的出牌的话，那要去转环，要去松绑就很困难。所以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机制能不能运行下去，我们还可以再观察下去。没错，欧洲之前呢都是自以为是这个环保的领头羊，做了很多的限制，结果现在一场高温啊，让自己没有冷气可以吹。我们来请教黄店长。其实这个每一个地方的温度哦，基本上是由它的纬度决定的哦。像好比说台湾的纬度是北纬22度，那我们属于亚热带，夏天的时候，你看像现在不吹个冷气，似乎很难过下去。可是我记得大概我在30-40年前到波士顿读书的时候，它的纬度是在42度，就是比台湾再往北大概20度。我当时在那，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冷气，因为在那里晚上睡觉，你开个窗户，几乎温度是在21、22度还算热的。白天可能有时候会很热，但是晚上几乎不要在42度这个阶段，它的常态是不会这么的热的。我也从来没有感觉到我需要冷气才能够睡觉，这是在那时候的印象。然后这一次像你现在看的这个法国啦、德国啦，一下怎么变这么热？那我又查一下它的纬度哦，法国的纬度是大概42度到51度北纬，德国47度到55度北纬，一说它比波士顿还要再靠北。换言之，它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它正常的情况之下，它应该是温度不需要冷气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人是没有冷气的，因为它那个平均的温度不需要。但是现在这个温室效应发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好比说2024年的时候呢，4月杜拜发生了一次这个下大雨，它半天多啊，它下了1年半的降雨，那是一个温室效应。那它是个常态吗？它当然不是常态。那既然不是常态，你说你下了这么大雨，那我们杜拜是不是要建一些蓄洪池啊、防水啦，要怎么样？它通常是不会的。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来看我们台湾好了，如果台湾有一天突然一下子温度非常的低，冷水啊那个会结冻会爆管，那是不是从那一次之后，我们要把全台湾的水管通通换成防冻的呢？甚至有的路面要给它加温一下，不要让它在冬天的时候冻到滑呢？当然也不会。为什么？因为它的常态不是这个样子。法国、德国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它变成持续的变这么热，我跟你讲，他们大概都会去买冷气。但是问题是偶尔的话，其实你稍微忍耐一下，好比说泡到这个浴盆里面，跑到这个公共图书馆，跑到地铁去，可能还可以混一下吹一个冷气。那些是不一样的，就是当这是一个常态，你说它吹，
这好像就变成这个政府好像能力有问题。可是那只是偶尔。那我也认为这个温室的效应现在影响越来越大。法国、德国政府应该要有一些这些想法，万一再来这个情形，我们要怎么样的应对？而且更何况，在欧洲装一台冷气，10几万起跳，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装得起的哈。好，另外看完欧洲了，来看到日本，日本现在又面临了怎么样的内忧外患呢？就是因为前几天嘛，有发生了地震，那么高市早苗呢就紧急出席了一场记者会，结果他在记者会上面呢，竟然是口齿不清啊，面色发红，走路摇摇晃晃，状态看起来很差，所以不少的日本网友就质疑说，高市是不是处于一个醉酒的状态呢？好，那高市早苗他也在 X 上面澄清了，说他状态差是因为在开记者会的时候，他洗完澡，没有来得及吹头发，也来不及化妆，所以看起来有一些不堪。但是网友很狠啊，他们说你不堪的不是你没吹头发、没化妆啊，而是你用谎言去掩盖谎言哦。喝醉的时候入狱很危险哦，提醒首相你下一次别这么做了。好，那除了这个记者会被大家觉得他好像喝醉了之外，其实是紧急记者会嘛，谁知道突然间发生地震呢？但是他的这个政策路线呢，就还是引起很多人的不满了。来看到之前他的台湾有事，现在日本还在付出代价，就是北京持续的在扩大制裁80家日企哦。断供稀土来狙击他们的防卫产业。那彭博也分析啦，说北京这一起重拳是直接冲击到了日本的防卫产业，导致呢防卫硬体大量使用稀土永久材料的领域呢，政策杀伤力是很精准的。包含了马达制动器、雷达引导系统、飞弹，还有海军舰艇系统哦。因为要找到替代的材料需要很长的时间呐，所以日本的防卫产业面临了一个巨大的阵痛。好，不仅仅是他们的军工产业没有稀土可用啊，来看到他们的经济政策，日元40年来竟然又跌破了162关口，这个汇率崩溃，结果反噬了日晷的支持度。彭博报道了说虽然日元走弱呢，是提振了出口企业的利润，也推动了日股屡创历史新高，但是进口成本就跟着飙升了，特别是以美元计价的石油还有天然气进口，所以这也引发了什么？引发了通膨，推高了从食品到电力等各类产品的价格哦，所以消费者也就受害了嘛。这个通膨每个人都得要付钱的，所以就削弱了什么高市政府的支持率。就连这个前日像鸠山由纪夫也出来讲话了，说什么？说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是错误的，应该要道歉。还说呢，你这个表态显然违反了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但是高市早苗现在没有要道歉的意思，甚至还去拉拢印度一起来抗中吗？我们来看到呢，7月1号高市早苗就要去访问印度了。那么他们预定呢，在2号的时候跟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领袖会谈哦，重点就是聚焦在安全保障、经济安全还有供应链的3大领域。那产经新闻也引述了多位消息人士的透露，指出日印政府现在敲定方针，要共同推动开发搭载 AI 的垂直起降军用无人机攻基地警戒等等的用途来使用。同时呢，还要推动海上自卫队护卫舰通信天线出口印度，雷达共同生产。看得出来，双方在军事上面呢，要进一步的去发展。那美国官员现在也跳出来去称赞印度说什么？说印度的工程实力是唯一能够跟中国匹敌的国家，还说印度呢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在劳动力还有人才储备方面能够跟中国匹敌的国家，但是在民间方面的跟印度的合作，就没有这么顺利了。我们来看到这个是苹果。它还没有发表这个 iPhone 18 Pro， 但是因为印度供应商遭到骇客集团入侵，在暗网大量的公布资料，这个机密文件就包含了零组件清单供应商的应对关系还有这个测试的照片也遭到了外泄，让苹果严密的保护供应链布局遭到竞争对手还有仿冒业者的取得了。好，所以现在这个美国要对抗中国，拉印度
真的是靠谱吗？好，另外来看到自己川普还有什么？还有伊朗的问题呢？来看到现在伊朗呢又定调说没有谈判计划了。川普之前就预告啦，说美伊双方要在卡达会面，结果伊朗的官方马上出来否认，还说我们没有要跟美国进行任何高层级谈话的计划啊。那伊朗的总统也说了，说互相理解是双向的，只有在美国信守承诺的情况下才会履行承诺。而且伊朗还放话说我们管定荷姆兹海峡了，甚至呼吁阿曼不要来插手。所以这样看起来，美国跟日本的状况都非常的自顾不暇吗？请教雷教授。日本高市早苗的民调支持度确实往下降啊。虽然现在还其实蛮高的啊，以现在我们所看到跟欧美的国家的领导人来相比，甚至美国的领导人来相比，他的民调支持度也高，比赖清德都还高啊。他最高的还有60%，最低的50%。但是不争的事实是，从他78左右一直往下降，降到现在最低的是50。这个对于高市早苗跟他所领导的政党自民党，其实就处于不利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他现在的一举一动其实是高度的敏感。他如果没有处理好，很有可能破了50%以后，那就一直往下走了，那就沦落到安倍晋三他们的下场啊，最终啊这个下台。所以有人估计他能不能撑到10月还不确定。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抹黑门这个问题还没解决。也就是他在选这个自民党总裁的时候，他去聘请一堆人在网络上做了几百条的这个 AI 的动力，然后呢去抹黑小泉进次郎，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清洗干净。可是问题是在于他的不断的说谎，已经让日本的选民对于他的诚信开始产生了怀疑。其实政治人物一旦诚信出了问题，我觉得这个才是最严重的事。你看川普就是因为诚信出了问题，现在他的民调支持度怎么都拉不上来。如果一旦选民对你的讲话不信任了，那基本上你要再拉回来的难度就越来越高了。他这一次被网民认为说，你明明就是喝酒你为什么你就承认你喝酒就好了嘛？你为什么还要再度的去说谎？那原因就在于他平常的时候都是白白的嘛，结果在这一次那么的红到不行。然后他说他刚刚洗完澡，头发来不及吹。可是大家在问的问题是在你不是长头发，你是短头发，吹一个短头发几分钟就好了，像我的头发几分钟就可以吹干了。那所以没有人相信他来不及吹。那第二个呢，就是你既然洗完澡，那应该是最清醒的时候，你为什么语无伦次，走路摇摇晃晃？所以很多人就认为你明明就是醉酒嘛，那你醉酒你就说你醉酒，那你为什么还要再说谎？那这个部分里面，我觉得对高市早苗就代表日本越来越多人对他不信任了，觉得他在说谎。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印度现在您看到了，就是美国跟日本又在吹捧他了。那印度如果再次的昏了头，觉得自己真的是可以跟中国大陆抗，然后呢又要被利用，那很有可能又是印度的另外一个非常不利的下场。因为莫迪好不容易清醒过来，说他要缓和跟中国的局势，现在是日本跟美国不愿意莫迪恢复他的清醒，希望他继续昏头跟中国大陆抗。所以你看现在又开始捧他了，捧他的目的就是希望印度继续跟中国抗。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好，高市在记者会上到底是不是喝醉的状态呢？请教徐老师。他是说他的理由是因为半夜发生地震嘛，他要马上show up，这个让国民看到就是说政府有在领导，有在反应。因为之前日本曾经就有一位首相，就是说大地震了，然后他到隔天才出现，然后后来民调就很惨。那高市是不想这个重蹈这个覆辙。那我们看到高市的民调高低会不会很快撑不下去呢？可能
我们还要再忍耐他一阵子，因为日本大家知道嘛，日本的首相如果要换人，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民调很低了，日本的大概这个政坛的警戒线大概是35%或30%这条线，像过去的石破茂政权，再往之前的这个岸田政权，然后再往之前的菅义伟政权，都曾经跌破30%。那个时候，这个党内自民党党内就会开始来酝酿说，虽然大选的改选周期还没到，但我们似乎要赶紧启动党回选举，找出一个新的有号召力的人来帮助整个党来赢得下一次的选举。那日本的下一场国政选举呢？国政层级的选举其实是2030年8月，大概2030年夏天了，他的参议院要改选。那高市的成绩单啊，大概什么时候能被民众打多少分，可能要到2030年啊，对不起，2028年我们才能看到，然后到2022到2030年是下一次的众议院大选。所以从2026年到2028年之间呢，我们可能就大部分的时间可能还要看到高市盘踞在这个首相的位置上。当然了，民调的趋势啊，我们刚赖老师也说，一开始他有70几甚至超过80的比例，那到昨天一个最新的民调呢，测出来是68%，那也有之前2周有更低一点，大概50%多，将近60%的民调，所以它的民调能不能稳住啊？我想很大程度上看日本的经济的表现。一个我们看到它汇率现在走弱，大概跌到了162日元比1美元的这个水平，它是1986年12月以来39年来最差的汇率。那当然就是因为大家对它的过于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你的财源到底在哪里，大家没有什么信心。第二个就是中国大陆对它的压制跟管制，特别是对于军民两用用途，不管你的客户是军方、日本军方，或者是军方的协力者，以及任何大陆扣了一个很大的帽子，任何有利于这个提升日本军事能力的这个目的，出口目的都要受到中国大陆的管制。那这当然就给日本商界非常非常大的压力。那怎么去化解？那我想最后可能根子还是要回到高市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调整。好，我们休息一下，黄总马上回来。美伊双方到底有没有谈呢？我们来请教黄舰长。最近几天好像美伊那里的状况又好像要扩大了嘛，你打我，我打你的。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以前每当美伊要大战的时候，我们的股市都崩得很厉害。我们今天股市怎么样？大涨啊，涨了1000多点了，你就知道现在其实大家对这个已经腻了。那我也很快的讲一下，就是你要叫这个区域就是完全的停战，大家都这个不打来打去变成一个和平的状态很困难。为什么？他们不是两个国家，好比说北韩跟南韩打仗，他们双方的政府只要说停，因为都是正规军就会停。可是，在中东那里有太多的武装组织，他们充满了仇恨，他们相互之间要把对方的消灭，他没有什么战略目标，他就是要把以色列赶走。以色列也想要把它给消灭。那至于伊朗，伊朗也不是一个很单纯的国家，它还有一个伊朗革命卫队。伊朗革命卫队也不是政府能够管得了他的，所以你要叫他完全的停战，非常困难。可是你要叫他变成打成一个大战，也不太可能。为什么？这场战争，美伊的战争的这样攻来攻去的，谁在决定要不要扩大？一个人，川普。那你认为川普这个人是别人能够影响他的吗？他决定说要停，这个战争就不会扩大。但是因为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就是一个小打小闹，大不太可能。大家可以从股市看出一个。然后接着你要讲这个印度，隔一段时间我就听到有人对印度充满了期待，但我个人认为几乎不可能。印度人口多，但是对印度国家，它的人口多不是要做人口红利，它的人口多叫做人口负担，而且它的各种的方面，我对印度还真的是研究过蛮多的。想要看到印度崛起啊，我觉得在我有生之年是不可能的。在我有生之年之后，我觉得几率也不大。